嗨，我是外版。上次我们拍到一集，就是男生赚多少很重要吗？有人说要讲讲女生啊，不能只讨论我们男生赚多少。那女生赚多少是不是也同等的重要呢？那男生会期待女生的经济能力吗？或女生有期待自己的经济能力应该到多少再结婚吗？今天来讨论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所以小编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有什么样的期待呢？有想说自己的年薪或是月薪应该到多少吗？希望25岁之后可以来个5-6万。好，那你我是希望30岁以前要年薪80，大概也是好像6多，所以女生会觉得可能就是5万或6万多。好，那会男友老公要赚比你多吗？我觉得如果是年轻的时候，20几岁的时候，谁多谁少像没有关系。你就出来工作没几年啊，比那个多少要干嘛？对啊。但是如果已经30几，就是可以成家的时候，就希望男生可以赚比较多一点。多一点是多少？就是至少1万、2万，万，所以可能你6他8之类的，至少不是上次那一集的2倍。对，那我觉得要差不多，或是比我多，不要比我少。你看每次我们询问这个，通常都是比我多或跟我差不多，好像都不太能接受比女生少。好，如果你达到你的目标，甚至超越你的目标，例如你原本想赚6，结果你可能表现真的很好，调到7，你男朋友就好死不死还在5啊。这样不行吗？所以女生赚比较多是不行吗？万一女生工作能力真的不错，你就刚好遇到一个很成长的公司啊，有时候调薪就真的是蛮快的啊，结果不小心赚的比男生多，这样那刚没赛。为什么好像女生对于自己赚比较多是有点压力的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以前有一个女员工，她北漂到台北上班，她男友还在南部哦。好，所以一个赚台北的钱，一个赚南部的钱。他们那时候大概都24、25左右，就是刚出社会没有多久，所以薪水差不多都是3万左右。可是女生在台北经过1-2年打拼，后来变成4万、4万5喽。好，但是男友在南部的薪水就是3万5以下啦。然后他有一次就跑来跟我讲说，那个老板，我想问你哦，女生赚比男生多，男生是不是会不开心？我说怎么了？你现在赚的比男朋友多？他说对啊，他现在感觉他自己收入比较高，经济能力比较好，然后就是因为他对男朋友就也不会想要隐瞒啊什么。他说男朋友后来知道他赚快5万的时候，好像有一点不舒服，因为男朋友没有想到他薪水这么高，毕竟当初2个都是3万块，后来就一直被男友针对。我说针对怎么针对？他说例如他如果花钱买东西，男朋友就会酸他说哦，人家有钱哦，买包手软哦，上次不是买一个戒指，现在买项链哈，什么就酸言酸语这样子。对，或者是生日通常都会互相送礼吧。对，结果送了之后要补一句说啊，现在这种便宜货你应该看不上了哈，好没诚意哦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讲一些这种东西。干嘛酸啊？对，然后那女生就觉得说，好像只要有关物质、有关送礼、有关金钱，甚至吃饭，男生好像就是哪里怪怪的，经常要这样酸言酸语。他说，虽然我薪水变高了，然后我也融入了台北的生活，可是我常常都回南部陪他一起过周末啊，然后我还是我啊，我又没有变。然后为什么我只是薪水变高了，然后男朋友就要这样子？我又没有炫耀过，我也没有因为这样改变我的态度或什么。他觉得说男友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啦，同学？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小编觉得呢，那男生怎么啦？恨自己不争气吗？很丢脸，就把气撒到他身上吗？我那时候听完我就觉得，快分了，快分了，对，一定会分。我没有跟他讲，但我知道差不多了这样，因为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，而且男生用了一个最糟糕的方式去面对，对，所以你觉得他是自卑？我觉得他感觉是有点自卑过头。你说可以有一点点，但不要过。有点就是开始会用贬低的方式，就是酸人，有点激进。其实是有一点自卑，但是要透过贬低来让自己好过一点。对，反正自己也达不到，那就只好收回去。把你拉下来，伤害你会让我自己好过一点。他有没有想过要追上他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男生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？为什么你不会想要换工作，或也到台北来打拼？你女朋友到台北2年，薪水从3变成5，你还是一样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会觉得，那我是不是也该去台北？对啊，那还这样酸？对，为什么是要把他拉下来？为什么是要对女友酸言酸语？这一个处理我看不太懂，麻烦解释一下这个操作。好，讨论2，所以男生对于女生赚的比较多，是会感到不舒服、不自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些奇怪的行为？如果是这样，所以男生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女生收入比你高，你对她有好感，你就不把她了，这不是也很奇怪？所以联谊交友的时候，你只要听到对方什么公司、什么职位，他薪水可能比我高的时候，你就不把他了，不追他了，自动出局。对，是这样吗？你就自动判自己出局吗？因为他薪水可能比你高吗？你就不追了。所以你永远不能向上看，只能向下看。你都要挑薪水比你差的女生，而不能挑薪水跟你一样甚至比你好的女生。可是往好的去追求有什么不对？为什么不行？女生不就是往高的去追求吗？对。那为何男生不能往高的去追求？同样都欣赏能力好的对象，不是人的本性吗？所以你们有听过这种状况吗？男生不能追薪水更高的女生吗？我朋友他就是赚比较多的那一方，但是他们是从大学就在一起，然后一直到一起出社会这样。然后男生内心就有点自卑，然后又常常问女生说：“你会不会介意我的薪水比你低？”这样子。
我介意还跟你在一起。对，女生就是这样子说，对啊，女生说她其实完全不介意，因为我也才刚出社会这样子。然后男生可能也是会受到家庭影响，要扛起家里。所以他自己有一点觉得他这样有点逊之类的。对。其实等同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，只是他不是用酸言酸语去对女生，他是想用坦诚的说，我觉得好像怪怪的。他的处理方式有比较好一点，对。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女生赚得多而受到影响的男生，只是他们的回应方式不同。一个比较温和，对，但都产生自卑感的。我觉得男生可以帮我们留言说，如果薪水比你高，你真的就会直接放弃吗？那如果是原本都赚差不多，因为机运或某些关系，女生赚的比你多了，你会受到什么心情的影响吗？那我们进入讨论3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大部分男生女生都会觉得是男生要赚比较多？这个观念是谁给我们的？我觉得会认为女生不能赚比较多的男生，是因为你从小被教育，男生要比女生强，男生要照顾女生，男生要养家，所以你赚比较少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点违背你这个价值观，因为你的原厂设定被设定这样，结果不是这样运作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因为它违背你脑袋的价值观。那你就要想一下，这个价值观谁给你的？你爸妈给你的，或整个社会给你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强调男女平权咯。同样拍一部电影的男女主角，如果做的事情戏份一样多，应该要同工同酬，一样的薪水，而不是女生就少了1000万。也就是说，男生女生可以赚的一样多，甚至女生也可以赚的比较多，而不是需要男生一定要比较多的。那像我自己是一直都没有男生要赚比较多的观念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小我妈就是赚的比我爸多的，我从小就知道我爸妈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后来我自己创业当老板，我也从来没有期待自己的男朋友或对象一定要赚的比我多，因为还蛮难的。我会比较注重他的人品或价值观，所以我觉得女生，万一你真的赚的比较多，万一你的才华得到很好的发挥，然后呢，你就要限制你自己嘛。除了我自己是没有这种框架的女生以外，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生朋友，她们可能是自己创业或者是高阶主管，她们也都没有这样的观念。我反而觉得收入越高的女生越没有这种观念哦。也许她们真的是因为收入很高，所以可能跟我一样，很早就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哦。她更早的摆脱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她也不用觉得一定要你养家，因为她自己也能养家。那她找你是希望一起当 partner 跟当战友，而不是你养我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更没有那些包袱跟观念。好，那这样的女生、男生，你就可以去了解到，这是属于比较平权的女生，她会想要跟你一起互相扶持，一起养家，而不是认为我跟小孩都要给你养。那我没有说这样好或不好，或对或不对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收入不错的男生朋友哦，他交往的对象经常收入都比他高，然后我就有问过他说，你是刻意有锁定追条件很好的女生，还是怎样这样啊？你也怎么都拔到这样子？他说也没有，就刚好因为他从事的是金融的行业这样子。那他说金融圈子里面其实混得不错的女生啊，就真的收入都很高啊，然后大家相处起来就互相欣赏，很自然就在一起。后来他跟其中一任女友结婚了，然后年薪比他高，他大概是年薪200多万，他老婆是300多万。然后价还比他多，然后在不同的银行挂的关阶也比他高。哇，对，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生这样。然后他说他以前也有迷思哦，就是会觉得想要赚的比女生多，才能养老婆、养小孩，然后也因为这样想，所以压力就很大。我要能承担这个责任，他就会觉得要事业有成嘛。所以他根本35岁以前是不会想什么结婚不结婚的。所以他说，如果跟他有相同观念的男生，他不可能想要结婚的，因为他没有到达那个收入水平，他在想什么结婚？不可能啊。所以他说，那个女生20几岁在逼婚同样20几岁的男生的时候，你有想过他要扛什么吗？当你期待着给他养，他又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是要怎么跟你求婚的就是他想的跟你不一样，对。所以除非你们的年龄有一定的落差，就是他找你10年打拼，你们才有可能就是你想结婚的时候，他也刚好有能力结婚。如果你们是同龄，或是差个2-3岁，他要怎么样跟你结婚？他提醒的是这一点，这样。然后男生可以留言，你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会觉得对结婚没有想法？然后他说是进入金融圈之后，认识很多高收入的女生、女同事或是女主管，他才发现说，其实很多这样子收入的女生，她真的是没有期待男生要养她们。对，他们自己收入高，然后思想也很独立，而且他们因为是金融圈，所以很会理财，投资商品他们就自己在卖的啊。他发现呢，这种女生相对就没有那种要全家给老公养的那种观念，然后相处起来很没有压力，所以才让他破解了就是那种35、40才要结婚的那种年龄的迷思，因为他不用一个人扛嘛。他是可以跟老婆一起 share 的嘛，然后他就强调说，而且这种女生眼光可能也没有太差啦，就是你说他如果不是年薪有200多，他老婆也看不上他。对，他说我老婆自己就赚300多了，然后他们出国玩呢，他们就会互相 share， 就例如商务舱他出，饭店可能老婆出。他们这种高收入的 couple， 游玩品质一定不会低，生活品质一定不会低嘛，所以不可能一个人可以付掉，机票食宿都是贵的，你一个人要付掉那个可能好几十万。所以他们一定都是你付什么我付什么，然后我们吃饭在这一餐我付那一餐你付，然后我们如果开酒谁付，就是他们反而是很明确的会去 share 的。好，然后平常他们是一个人一台车，
然后你就是养你的车，我养我的车，各自的车贷这样子。然后他说呢，房子是老婆婚前就买的，老婆早就买房了，然后老婆自己在付房贷，然后结婚之后是他住进去老婆的房子。我说哇，你爽啊你，然后他说对啊，所以我就负担生活开销啊，水电费、管理费我来出这样子啊，吃饭我付这样子啊。然后老婆就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出轨啊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然后他就说明白，我懂。他说我明白，当然啊，不然呢？对，房子是你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房贷。然后很多东西是老婆一起 share， 所以他也过得觉得自己是舒服的，然后他就觉得他们彼此这真的很像生活的战友，然后彼此也很尊重彼此。他说如果今天我200，然后我跟收入60万以下的女生在一起，我可能就真的会扛得蛮辛苦。对，就不会是我现在的生活品质。他有一种觉得我是因为选到我老婆这样子的女生，所以其实彼此的生活压力都会比较小。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人要扛整个家，我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子。这个是属于中年男子对自己人生的反思，可以理解他吗？换个角度想，就是他比较以正面的方式在想，就是今天如果他有点收入比较高的女生，他没有自卑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刚刚觉得我老婆眼光也不差，我也不差，他才看得上我。不然我老婆看不上我，他可以挑各种精英男人哦。可是他爱我啊，他看上我了，所以他没有自卑。因为其实他的收入也不低，200多很高一个月20几万呢，只是老婆更高而已啊，对啊。但是他们也都很会投资理财，他们也都知道本薪不能代表什么，因为你的被动收入是可以操作的，所以他们也不会这么注重用薪水比薪水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他们也注重生活，所以他们也觉得，如果今天你不会生活，你有那么多钱也没有意义。他们是会一起拿去生活，成为生活品质或出国的品质的，所以价值观是比较相近的，所以相处起来不自卑又舒服。对，所以听起来是不错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比较符合我之前常常讲的，就是互相扶持、互相依赖的那种感觉。但不是他们赚多少钱，你也可以是2个都6万啊，或1个5万、1个8万啊。重点不在他们的收入高，而是他们互相扶持，然后没有人自卑，没有人感到哪里不舒服、不自在。跟我们刚刚前面分享的那些案例，就是多赚个你2万你就不爽了，是怎样啊？还年轻人，又不是还没有改变跟成长的空间，然后就不行了。好，那我的建议是，你觉得男生要赚比你多，还是你觉得可以一样多，还是男生你觉得老婆不要赚比你多，等等都没关系。怎么想，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。去找价值观比较相符，然后适合你的伴侣，拥有比较类似的价值观，在一起会比较开心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做我的IG哦。